大家好，我是坤啊。现在最早的一些伺服器已经开放大成了，我现在也是在新境界的过渡阶段，换装备啊，熟悉新系统然后今天做了一把剑给大家看看。好。那关于新境界前你都需要存哪些资源啊？包括上新境界第一天的注意事项，我们在往期的影片都已经和同学们分享过了，就不像阿玛一样追着你们反复念叨了，好吗？那今天主要是来聊刚上大成境界同学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也就是领域系统。下面就来为同学们介绍一下领域系统的各个模块以及分析3种领域各自的特色和强度，帮助同学们在领域系统开放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款。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首先我们来聊聊领域系统的各个模块领域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更强的本命加上仙魔的心法。那开局呢，在3种领域之中选择一个，可以获得一个 CD 60秒的技能通过这个注玉提高领域等级这边有提高基础属性，还有这个领域的技能等级那注玉的材料呢，在这个领域开放后在虚天之门有一个遗迹战场有点像万族征途每天有这个挑战的上限然后产出羽砂、玉石还有定羽金。那它们对于升级的作用呢，羽砂就是七星石玉石就是天罡木那定羽金就是玉衡，好吗？好，那根据进度呢，每天这边也会有一些自然奖励那这就是遗迹战场。最后呢是这个领域的点化系统，在注玉达到60重后解锁类似仙魔的心法，消耗这个点化玉进行升级。那点化玉呢，在注玉提升领域等级就会逐渐增加然后加点过程中呢，它分这个斗法还有道魔那它这边写是对修士能力以及对妖兽能力的区别其实也不全然。比如斗法的第一层有气血、彗星，那道魔的第一层呢有这个真元还有会抗那当然一些特殊属性，比如这个赤罡咒是赤罡咒，好，那会比较接近它原本的描述。那是不是说斗法和道魔就是两者取其一的概念呢？并不是的。比如这个斗法第一层气血、彗星各10级，但是这边说点化总等级达到35才能解锁第2层，也就是说你还需要在道魔再点15级才能解锁2层所以在点化过程中呢，同学们还是会处于一个同时培养的状态。那点化升级要注意的点也这个和仙魔心法是一样的，升级至可解锁下一境界的最低门槛就行。那在可以升级下一层的内容时呢，不要在上一层继续浪费点数那所有的加点选择呢，这边没办法开未来式帮大家完全保姆下来。那比如有气血有这个物防就肯定会有攻击，对吧？那加点的过程中就可以在辅修的攻击上省下点数目前看起来还是相对简单的。如果未来同学们在点化的过程中真的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留言找我讨论，好吗？好，那这就是领域系统的各个模块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重头戏分析3种领域的特色和强度让你知道哪一个才是你的最佳选择。好，关于3种领域呢，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基础效果12秒内对4个目标造成24次伤害它就会哔哔哔哔一直射然后对1到4个目标也不是平摊伤害比如一共24颗子弹，一人吃6颗，而是同时对每个目标造成24次伤害这个概念对之后的分析也是很重要的。然后领域在1级时呢，每次48%的伤害，那24次下来也就是1152%伤害所以在领域刚开局的时候，它的伤害就会相当于一个金色的主动孤堡还是挺有料的。那当领域技能升级这个基础趴数呢也会逐渐提高。比如我是玄灵，我现在2级的时候呢，它已经从48变成了52那另外要说，在开局呢，3种领域的伤害和效果这个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每一次的技能提升后通过特殊效果慢慢形成自己的特色。那现在我们准备开始逐一分析它们的效果这边要提，在所有领域升级时基础属性提升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在伤害计算上会忽略领域本身升级时这个趴数的提升，将其固定在48%。那将1级的伤害系数定为1去计算不同等级伤害的系数最终对于这个
概念的表达呢是不会影响的啊，这个同学们可以放心。好，首先玄灵啊，那1级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1152%的伤害，然后是2级，每次攻击命中目标后，对目标附加一层实灵数啊，每层状态呢将添加这个玄灵领域6.4%的伤害，上限3层。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在玄灵开启后，在这24次的伤害期间，从第2下开始啊，每一下就会追加6.4%的伤害，上限3层追加19.2%的伤害。那假设基础属性保持48%不变的话，那第2下就会变成54.4%，第3下变成60.8%啊，第4下变成67.2%这样的概念。那在不被打断的理想情况下，之后每一下伤害都会保持在一个67.2%的状态啊，直至技能结束。那这个持续5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5秒内你打了下一下的话，那就会刷新这个叠层，保证这个叠层的持续，好吗？那粗略的计算一下呢，假设1级时的伤害系数是1，那2级的效果啊，会让整体伤害系数变成 1.37 左右啊，然后是3级。终结效果，领域结束时对目标造成玄灵领域持续期间总伤害20%的爆炸伤害啊，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在八荒等群战中特别强大的一个效果啊，因为在领域期间攻击的目标越多啊，最后爆炸的伤害就会越高。假设你同时对4个目标啊打满领域的情况下，以4倍的速度累积总伤害啊，对比单目标打满领域啊，最终的爆炸伤害可以去到4倍。那粗略的计算一下呢，在玄灵3级时，整体伤害系数会变成 1.64， 单目标至 2.46啊，4目标。好，然后是4级，这个玄灵触发效果系数增加2%，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6.4加2%变成了8.4%，那这个3层就会变成额外追加25.2%。当然，在系数计算时，我们还是要算上这个爆炸的伤害。所以玄灵4级时呢，整体伤害系数会变成 1.78 单目标啊至 2.67 4目标左右。好，最后是5级啊，玄灵终结效果系数增加6%啊，也很简单，这个3级的20%变成了26%啊。那玄灵在5级时，整体伤害系数会变成 1.87 单目标至 3.02 4目标左右，好吗？好，下面我们讲纯阳啊，1级还是一样的这个伤害1152%作为我们的系数1。2级时呢，每次攻击命中目标后，对目标附加一层粉星术，每层状态啊，每秒对目标造成3%物理伤害，上限9层。那这个上限9层的话，每秒提供额外3%至27%的伤害啊。那个人认为实际战斗呢，变数会比较多啊。我自己在开局选择了纯阳，然后切磋测试的时候，不是每次都能叠到满层的。那我们这边以理想到不合理的状态去计算啊，假设上来直接9层啊，每秒造成额外27%的伤害，那纯阳2级的伤害系数就会落在 1.4 左右啊，实际肯定会小于 1.4。然后是3级终结效果，对目标附加一层粉星术的时候，就会加一个纯阳标记。然后领域结束时呢，按照标记的数量造成爆炸伤害啊，每层标记呢是46%的伤害。那也就是说啊，在理想9层的情况下，在技能终结时会额外造成414%的伤害啊。那纯阳3级的伤害系数啊，就会落在 1.76 左右。然后是4级，纯阳触发效果系数增加1%，意思就是这个2级的3%变成了4%。那9层的状态下，从27%变成了36%。按这样计算的话，纯阳4级的伤害系数会落在 1.89 左右。最后5级，纯阳终结效果系数增加15%，啊，那就是3级的46变成了61啊。理想状态下技能终结时啊，额外造成549%的伤害。那最终纯阳5级的伤害系数会落在 2.01 左右。好，最后来到剑罡呢，那1级还是这个一样的伤害1152%作为我们的系数1。2级时呢，每一段弹道击中目标后，有30%几率对目标附加66%的额外伤害。赌狗哎！我们先计算一下科学到不科学的平均伤害好了。30%几率的话，假设24颗子弹，那就是 7.2 颗子弹啊有暴击，那每颗48%乘以 7.2 乘以 1.66， 那技能在2级时额外造成 573.7% 的伤害啊。那剩下 16.8 颗子弹，
还是按照48%去计算啊，这里是806.4%。那如果考虑全部不暴击的情况和全部暴击的情况，那这个系数会落在1至1.66之间，那平均系数呢则落在1.2左右。好，那建钢3级这个领域造成额外伤害时，对目标增加一层建钢标记啊，结束时呢，根据这个标记数量造成爆炸伤害，每层标记呢造成60%的伤害啊。那这个爆炸的话，我们还是要这个去以这个平均7.2克子弹的暴击方式来计算吧。那终结时就是额外432%的伤害。那再次考虑全部不暴击的情况和全部暴击的情况，那这边提供就是0至1440%的额外伤害。那建钢3级时的系数就会落在1至2.91之间，那平均呢则落在1.57。好，接下来是4级，建钢触发效果系数增加20%，赌狗升级，从这个暴击几率从30%变成了50%，也就是说我们平均7.2克子弹的暴击终于变成了总数啊，也就是12克。然后12乘以48%乘以1.66呢，这里是956.16%。那剩下12克不暴击，12乘以48啊，那剩下的一半是576%。那终结暴击呢，平均变成12克，额外提供720%的伤害。那建钢4级时呢，系数就会落在1至2.91之间，那平均系数落在了1.96。好，最后是5级啊，建钢终结效果系数增加18%啊，那建钢终结技呢，从这个60%变成了78%。那平均这个终结技提供的伤害从720%变成了936%。那通过最终计算呢，建钢在5级时的系数会落在1至3.29之间，那平均系数呢落在2.14。好，在粗略计算完3个领域不同等级的伤害系数后啊，我们现在开始说结论。玄灵呢，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领域啊，它的这个2级的效果，这个门槛很低，对吗？然后这个八荒等团战环境呢，3级的终结效果啊，可以造成巨额的伤害。所以如果你注重八荒等团战场合的话，你可以选择玄灵。那纯阳呢，我要说就是在一个伤害稳定的假象上，技能2级的这个门槛还更高啊。这个如果出现叠层被打断的情况，实际最终呈现的伤害会比较低啊。且这个3技能没有玄灵这样的浮动，所以只能说在最理想的状态下，纯阳只在单挑的场合略强于玄灵，而且所谓更强，也就是比较小的差距而已啊。那最后呢是建钢啊，建钢的赌狗机制呢，个人认为这个前期会比较弱，但是从这个4级开始，因为暴击几率提高了20%的关系啊，个人认为建钢形成这个质变，好吗？而且就算这个平均系数也超过了纯阳和单挑场合的玄灵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更高的可能性打出更高的伤害。那综上所述呢，我推荐同学们在玄灵和建钢之间做选择。那如果你对八荒这样的团战玩法有追求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玄灵。如果你对论剑或者这个单挑 BOSS 这样的玩法更为看重的话可以选择建钢。那另外有一个小区别是什么呢？是这个玄灵的高光期从3级开始这个终结技能开始，而这个建钢的高光期呢，要从这个4级的几率提升开始相比玄灵会更晚达到质变。那我呢，应该会选择玄灵不知道同学们会怎么选呢？好了，那今天就是领域系统的分享了。那今天所有的计算还是基于我对描述的理解去做的，我的计算不一定正确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请大家多多担待。然后所有的计算过程呢，也没有那么仔细的罗列出来每一步每一个公式我怕同学们会烦我来玩游戏的，困难在那边上数学课，神经病。好，那这个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过程很感兴趣呢，也可以私下找我交流。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你订阅我，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如果你对游戏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一定尽我所能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